孤男寡女，好像不太合适吧？你也知道不合适啊。那马棚里还有空的地方，你去挤一挤。喂，你怎么这么不懂怜香惜玉啊？怜香惜玉，玉在哪儿呢？啊，哪儿呢？我承认，我现在就是脏了点儿。那我洗干净了，我也是大美女一个，好吧？我就是一个商家小妾，你好歹是个小头领，这传出去了，说我们端朝将士作风败坏，吃亏的是你。谁吃亏还不一定呢。哈，那走着瞧呗。反正我就喜欢你这个皮相。就算真发生什么，就当睡了一个顶级男模。想够了吗？想够了，洗洗睡吧。成啊！你等老娘我洗干净了，我立马上床去收拾你。上辈子熬夜修复文物猝死，一睁眼穿成了将军的小妾。来到这里的3年，不用996，吃了睡，睡了吃。最重要的是，将军在外打仗，从来就没见过他。这简直就是梦想中的生活啊！请问高人，此梦如何破解？没有一法可破。高人请说，我们必定全力配合。阴阳调和，方能一劳永逸。老夫人，告辞。这到底什么意思啊？赵氏，你听明白了没有？没有。道长的意思不就是让老夫人送女人到边关，和将军生孩子留后吗？我大孙子文武双全，容貌俊朗，可惜常年在外征战，一个后代都没有。祖母，都怪我。你已经把将军府打理得很好了，如果不是那道圣旨，你应该会嫁给张穗康。这些事情都过去了。祖母，不如你问问这些妾室，谁想去军营，我可以带他们去。也行。我愿意，我也愿意，让我去。打进门以来，我就没见过将军长什么样子，说的好像我们这些人谁见过将军似的。老夫人，只要您让我去，我一定给将军生8个儿子。生孩子有什么好的？风险多，低回报，妥妥的高危职业。赵氏，你看看选谁比较好？祖母，他们越往前冲，我看越不安分。军营是重地，容不得他们乱来。我觉得温婉最为合适，不争不吵，最合意。好，那就定他了。温婉，我命令你明日随夫人即刻出发去军营，尽快为将军产下子嗣。出了任何差错，我拿你试问。再赶1天的路，差不多就可以到军营了。这几天长途跋涉，辛苦了。只要能怀上将军的子嗣，我就把你们升为贵妾。妾身知道了，好生歇息吧。我去你的吧！我的好妹妹，哥跟你走的时候跟夫人推荐了我。将军府那么多妾室，还是你我最有福气。我推荐你是因为你腰细屁股大，是个能生孩子的料。你生了，我就不用生了。别这么说，你对我这么大的恩情，改日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我一定帮你。我祈祷你赶紧怀上沈将军的子嗣啊！这算不算一种帮忙？你瞧你，又把好事让给我。早点休息吧，明天就要见老板了。我的好日子算是到头了。
山匪来了，大家快跑啊！走吧你！还是2位美人啊！那不得好好爽一把？你不能动我们，我们可是……官匪向来水火不容，要是知道我们是大将军的妾室，必然会难逃一死。我们是山下王员外家的小妾，王员外特别有钱，你们可以拿我们换钱花，换钱花。有道理啊，有了钱，什么女人得不到？你把他们押回去，记住啊，分开装。走吧，好好待着，等你相公把赎金送过来，我们就留你一条性命。你长得这么结实，也打不过外面那些山匪。这人竟然是个练家子，是个可以合作的对象。喂，你怎么不说话？我们好像不认识吧？而且现在你性命堪忧，还有心情撩汉子？现在就可以认识吗？你好，我叫小婉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与你何干？难道你不想逃出去吗？我可是有办法哦。我叫阿玉。哪个字的玉啊？之前好像听赵氏说过，大将军的名字里好像也有一个玉。地狱的狱。地狱的狱。疆域的域。哦。说来听听，你有何办法？这地下3尺有个古墓，我不仅可以带你逃出去，还可以带你发笔大财。他竟然也知道。继续。我被押上车的时候，看到这儿修建了一座寺庙。从风水学来说，这寻龙千万看缠山，这一重禅是一重关，关内若有千重锁，定有王侯居此间。这里并不适合建庙，所以建庙的人一定对这大墓的主人深恶痛绝，不惜修建一座寺庙来镇住他。我们军营里的兄弟费尽千辛万苦，以身冒险这么长时间才找到的地方，他却可以这么轻而易举地知道。你到底是何人？又为何会出现在这里？我是山下镇子上王员外家的小妾，平时喜欢看些杂谈和风水书，这家里的祖书看得多了呀，就略懂1、2。至于为什么找你，很简单，因为你不仅长得好看，还有个把力气。略懂1、2，姑娘倒是挺谦虚的。说正事儿吧，我的计划是明天早上山匪来送饭，就告诉他们这里有一个大墓，然后假装带他们去寻宝，然后就趁机……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配。老大，请下令，发信号，让兄弟们攻进来，把这匪窝给我端。想跑？你是官府的人啊，大哥，我刚才说这间寺庙下面有个古墓是开玩笑的，我是良民啊。玩不玩笑的，等挖了不就知道了。
老大，老大，墓找到了。唉，早知道有官府的人在场，我等着被救就行了。有件事儿我得问清楚，敢问大人官居何职？等你替我开了这墓，我自会告诉你。既然是这一块当官的，那肯定认识我名义上的丈夫沈将军，还是不要轻易透露我的身份，免得被抓回去传宗接代。走吧，财神爷。老大，你看，挖了没多久就通了，这里面就应该是隧道了，就是不知道里面会不会有危险。那就有劳小婉姑娘继续帮我探探路了。大哥，这墓里的东西挖出来都是要上交给朝廷的吧？都是身外之物，不要这么拼啊！既是如此，那我留着你也没什么用了。进墓。姑娘，我杀人可是很疼的哟。你就是个狗腿子！老大让我往东，我绝不往西；老大让我拉稀，我绝不便秘。本来看到这男的长得挺帅，想要合作一把，一起逃出匪窝，结果现在和进了贼窝也没区别，时运不济。行了，别磨蹭了。打开！老大，应该就是这个墓了。多叫几个兄弟，一起找。是。别动！你的确有些东西，赏你的。谢谢老板。那我现在可以走了吧？待我调查清楚，你若真是无辜百姓，我会派人送你下山。这里是边境，你一个女子出行很不安全。谢谢。反正我在将军府捞了不少钱，加上这块玉佩，以后饿不死。就是难得碰到长相这么符合我审美的男人，以后再也见不到了。还是没找到那把钥匙。若是找不到钥匙，就无法得到图纸制作突火枪。突火枪？我记得这好像是古代第一代枪之类的兵器，但正因为是第一代，弊端挺多的。箱子里的金银财宝，仔细搜。是。老大，出事了！老大，出事了！何事？按照老大的吩咐，我们准备把山匪押送下山，但刚走开，就在山道上遇到了漠北的人。我们的人太少，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。我们其他兄弟拼死给我杀出一条血路，才让我逃了回来，给你们报信。他们有多少人？上百号人。他们肯定也是冲着图纸来的。官府最多30个人左右，硬打不行。杀出去能活，杀不出去就是命。那我呢？漠北人极其凶残，与其被他们折磨羞辱至死，不如给自己一个痛快。你人还怪好的嘞。你若下不去手，我可以帮你，死也要死得有尊严。你觉得呢？
大哥，其实以少敌多也不是没有办法，要不你听听我的想法。你还懂战术？说来听听。这以少敌多的良策，无非就是扭转不利战回，谋求生机。以我们现在的情况，应该是很难再求到外援了，所以我们只能分而化之，夹缝迎敌。为了活命，只能把学到的本事都拿出来了。你一个后宅女子，既懂风水，又懂兵书策略。那个屋里杂书看得多了嘛，自然就略懂一二。总比让我自杀要好多了吧？我刚才没有逗你，在战场上，自杀是最舒服的死亡方式。酸尿，好死不如赖活着。我认真的问你哈，咱的兄弟们实力如何？我手底下的人，个个精兵强将，以一敌三不成问题。那既如此，我有一计谋，可为你改变现状。我们现在的位置在半山腰，是顺风位，可以先用弩弓给敌人造成恐慌，再用金银财宝做诱饵，吸引敌人到不同的方位。我们暂时先选4个人分为2队，带着财宝去不同的方位，敌人追上去后必然会分散。然后我们剩下的人选择人数最少的一条杀出去，胜算最大。哇塞，你居然同时拥有高智商和高颜值，极品 crush。克洛斯是可疑啊。没事，反正就是夸你的。此计甚妙，姑娘当一个后宅妾室，还真是屈才。别，我不过是为了活下去，不得已贱卖自己的底线。啊？当牛马太累了，干不来一点儿啊！金木，叫4个兄弟过来。是。你们几个过来。老大。这诱饵怕是凶多吉少，有去无回。你这种小队里很难有不怕死的人吧？万一临阵脱逃，我们可就……我愿意当诱饵。老大，我可以。老大，我跑得快，让我去。老大还有我。你们是真正的英雄好汉。能上战场杀敌的，有几个是贪生怕死的？是我狭隘了。想什么呢？不是让你自杀，是让你拿着必要的时候留着防身用。这应该很值钱吧？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想要？可以送我吗？这匕首可是跟了老大很久的，绝不会轻易送人。要是小婉姑娘，亲老大一口，一物换一物。还有这种好事？别逗他了啊！嗨，现在这把刀是我的喽！不是，你怎么真亲啊？他要我亲的。秦墨，你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？他是在开玩笑。哎，老大，你脸怎么这么红啊？该不会是第1次被女人亲吧？放屁！老子家里10几个小妾，都是别人送我的，看都不看一眼，怎么可能第1次被亲？是，那肯定有不少女人对老大承欢献媚。你，一会儿跟着我。好啊。怎么感觉像个清纯男大？会杀人吗？不会。那就学，边看边学。兄弟们，随我一起杀出去。是。
没事吧？做得好。老大，这是这几的兄弟了。2个时辰里，这么多人就丧了命。这么看，我那个便宜丈夫每一天都在经历生死，可他才不过25岁。给死去的兄弟们发双倍抚恤金。是。兄弟们，此家千里，我们定要争一口气，假以时日，定会为死去的兄弟们报仇雪恨。是。你先跟我们回军营。我也要去。此地凶险，漠北人随时都有可能增援，若不跟着我们，你走不出去的。知道了。小婉姑娘，现在只剩下这1间客房了，今晚你先住下，明日我们再回军营。这天也黑了，也不好赶路。多谢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在我的房间？秦牧，你给我等着！对不起，老大。今天晚上就先委屈你了。这一晚上很快就过去了，你们俩就先凑合过吧。你孤男寡女，好像不太合适吧？你也知道不合适啊。那马棚里还有空的地方，你去挤一挤。喂，你怎么这么不懂怜香惜玉啊？怜香惜玉，玉在哪儿呢？啊，哪儿呢？我承认，我现在就是脏了点儿。那我洗干净了，我也是大美女一个，好吧？我就是一个商家小妾，你好歹是个小头领，这传出去了，说我们端朝将士作风败坏，吃亏的是你。谁吃亏还不一定呢。哈，那走着瞧呗。反正我就喜欢你这个皮相。就算真发生什么，就当睡了一个顶级男模。想够了吗？想够了，洗洗睡吧。成啊！你等老娘我洗干净了，我立马上床去收拾你。刚才不应该逞一时之快耍嘴炮，但我也不能站在这里一晚上呀，实在不行就认怂。这人警惕性这么强，还是不招惹他了。算你有点良心。
这是剑和玉，真正的好东西藏在了玉里面。没想到随手给我的东西居然是个大宝贝。等离开这里，找懂行的人打开，看看里面到底藏了什么。老大，我感觉这女人懂得太多了，肯定不是商家小妾这么简单。查查她的底细，暂时把她带回军营里。我已经派人去调查了。哎，老大，你该不会是看上她了，想收入后宫？不过我也觉得这个女人对老大也有意思。有意思你个头！我只是觉得她知风水，懂战术，才智和谋略都顶得上一个军师。若是落在敌人手中，对我们来说是个大麻烦。哇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你知道个屁！吃完赶紧回去收拾东西。嘿嘿，啊，这位大哥，我看外面有不少路人经过，是不是离镇子上不远啦？那个，可以放我走了吗？不行，老大说了，不能让你走。他果然是故意的。那他到底是什么官位啊？一直不告诉我。我老大很厉害，他可是军营中的将军。这么想知道我的身份，为什么不自己过来问我？为了一把匕首就能亲我脸的人，姑娘看起来不像是内宅之人。对啊，我不是啊。不过我看你好像对我也念念不忘的，还是说你想让我再亲一次啊？瞧，我说的没错吧？真对老大有意思。不知羞耻！哼，老实交代吧，你到底是何官职，姓甚名谁？我乃边城校尉，姓周，名玉。我才是校尉啊！老大要对小婉姑娘隐瞒身份，也对，小婉姑娘的身份还没有查清楚，不能不明不白的带去军营。那你上面的头头就是大将军喽？与你何干？沈大将军年轻有为，威名赫赫，曾立下诸多战功，我自然是对他心生敬仰，心之所向。如果是个厉害的，春娘和赵氏2个人就够了，应该不会专门去寻我的消息了。哎，对了，你一直跟着他，我想问问你，他的那方面怎么样？荒谬！恬不知耻！你可知道，妄议朝廷命官是要掉脑袋的。我不问就是了嘛。再说这青天大白日的，能有什么危险啊？校尉大人，我看这离小镇也不远了，要不你就把我放了呢？属下亲口问的王员外，确定千真万确。调查清楚了，确定。老大，他骗人！王员外的妾室里没有一个叫小婉的。你凭什么调查我？而且还查得这么快，是我根本没办法开溜了。你懂得这么多，我自然要调查清楚。说吧，你到底是何身份？我其实是被家里人逼着要嫁给一个老头做续弦，我好不容易从家里头跑出来，结果我一不留神，嘎巴一下我就掉到土匪窝子里头去了。我害怕被他们砍死，才迫不得已骗人的。那你姓甚名谁？家住何方？我叫文小婉，家住石楼县八里村，上有一年迈老母，下有一无能弟弟。
石楼县离这里108000里，真要查出来，得猴年马月了。金木，把他方才说的话记下来，派人去石楼县去暗访，什么时候查出来，什么时候放他走。不过你骗我在先，就先留在军营中将功补过。我看你就是觉得我有价值，抓我回去当牛马。来人，班师回营。小婉姑娘，你别生气，若是你立了功，老大绝对不会亏待你的。我是害怕碰到我那个便宜夫君，还有赵氏跟春娘啊，他们肯定也被救走，万一碰到了就要暴露身份，难逃一劫。那些被山匪抓来的无辜百姓都怎么样了？当时情况紧急，没想到会遇到漠北的人，那些百姓在士兵的掩护下全都逃走了。所以说，春娘和赵氏现在还没找到这里，还好，起码不会露馅了。文小婉，过来一下。哦。你有什么话可以直接找我来说，不用跟我的手下套近乎，明白吗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我只是关心和我一样的平凡老百姓，你少怨我人。过几日我会带你去一处古宅，晚上等我有空会送你去镇子上住。以后对外，你的身份就是我那的外室，但切记不可张扬。行吧，但我要100两报酬。去镇子上会直接接触到便宜夫君和春娘赵氏，既然跑不掉，那就先赚点钱，为以后的日子做打算。为国效力本就是你作为国民该尽的义务，还是说你是敌国的细作？你这是压榨我！100两不行，90两呢？我给你打个折。那就看你表现了。小气鬼，你们100两都不给我！金木，找到钥匙没？啊，没有，能翻的都翻遍了。咱们是不是有什么遗漏没带回来啊？遗漏？赏你的。谢谢老板。现在唯一遗漏的，就是送给那女人的那块玉佩。那我现在去要回来。不用。为什么？还是你觉得那块玉佩没问题啊？文小婉既然懂风水，自然也懂古董。若钥匙珍藏在玉佩里，她自会想办法取出来。届时我们派人盯紧一点，静观其变，坐收渔翁之利。还是老大心眼多。说错话了，机智聪明。找到钥匙只是第一步，我们一定要在漠北人之前找到图纸，并制作出突火枪。届时在战场上，我们的士兵便可抢得先机，事半功倍。让小婉姑娘住在镇子上也挺好的，不过她一个女人，她的行李都丢在山匪窝了，要购置的东西肯定不少。购置东西？金木，你去军务处取200两银子给他。啊，这么多？老大，我一个月俸禄才几十两，要不你给我省点钱呗？可以啊，但过几日到古宅，你打不着。算了，我这点钱也够花。小姑娘，看什么呢？这几名士兵伤口久久不愈，精神萎靡，甚至开始出现高烧不退、神志不清的情况。这些都是你刚才观察到的？他们从受伤到现在，最起码有半个多月了。这很明显是细菌感染的症状。你还懂医术啊？略知一二。穿到这里前，我爸妈可都是3甲医院的大夫。我虽然不会医术，但对于保命的技能还是要比普通人会很多的。小婉姑娘，我知道你肯定知道该怎么救他们，只要你答应帮忙救他们，我保证老大会给你很多的钱。才怪！他刚才连100两都不给我。老大和你开玩笑呢，这是他让我给你送过来的。200两，比刚才还多100两。只要你答应帮忙救治这些士兵，我让老大再给你很多钱。虽然决定了要跑路，但能赚钱还是要赚钱，而且这都是保家卫国的士兵，不能冷眼旁观。
500两，怎么样？成交。哎，行，我这就去找老大。太好了，马上就可以赚够下辈子躺平的钱了。好疼啊！麻烦姑娘给个痛快吧。你别担心，我帮你看看啊。感染的太严重了，伤口附近的肉竟然都腐烂了。你不会死的，我会救你。小校尉真磨叽，怎么还不来啊？感染太严重了，必须用抗生素，不能拖延了。帮他们提炼青霉素。将军，漠北袭扰愈发频繁。虽然几场仗咱们是打赢了，但受伤的士兵非常多，又缺乏治疗的草药，情况很严重啊。沈将军也在里面，偷偷看一眼没关系吧？沈将军也在里面，偷偷看一眼没关系吧？以后也好和他避开，不然万一哪一天本尊站在我面前了，我也不认识。谁在外面？站住！你是干什么的？下去吧。是。转过身来。怎么是你？沈将军呢？沈将军正在营内处理军机要事，他命我出来看看是谁在偷听机密，抓到之后便可乱棍打死。文小婉，你果然是个细作。我不是，我是来找你的。找我何事？金木说你可以给我500两，让我给将士治病，但是我没有药物，就来找你要了。你懂医术？略懂一二。你先别说这个，你快进去跟沈将军说，我不是细作。行，我去跟沈将军说一声。你在此等，一会儿记得告诉我你治病需要什么。为什么他这么关注我这个沈将军？看起来不仅仅是仰慕，更像是另有别的目的。忘了告诉你，若擅闯帅营者，不是你这发霉的橘子、晾晒的鱼干、木炭、草木灰，这竟然还有小米粥！这治病救人不用草药，用这些东西。哎呀，这叫提炼青霉素，他们感染太严重了，草药根本不管用，得用专门的抗生素。你把白醋兑水稀释，再用草木灰泡水过滤。愣着干嘛呀？时间不等人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动起来，快快快！大功告成！这就是青霉素啊？怎么看着水一样？参见校尉大人，过来看看伤员的情况。校尉，回大人，他们都高烧昏迷，军中缺少药草，恐难以回天。文小婉，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你确定这个可以治病？问题不大，但要再拖下去，就真危险了。那就快点治病。你是何人？我是他的外室，来帮你治病的。这校尉大人，战场上因为伤口久久不能愈合而死的士兵屡见不鲜，下官虽痛惜，但此等病症，连御医都束手无策。她一个女流之辈，岂能有这般本领？不，你别搞性别歧视那套啊！你救不了，为什么不能让我试试呢？那好，敢问你师从何处？我不是西医之人。胡闹！将军若是知道一个不会医术的人在军营重地指手画脚，一定会大怒。你说是吧，校尉大人？
事到如今，只能试一试了。校尉大人，人命关天呀！正是因为人命关天，我才不能放弃。出了任何事情，我来负责。你就这么相信他？昨日，他帮我打赢了漠北人，光凭这点，我就该信他。所谓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。行，我看你是聪明一时，糊涂一时，被一个女人迷了心窍。但今天要是真能治好，我就给他下跪，喊他姑奶奶。我知道，大家都是为了救人嘛。术业有专攻，您是医官，我之后还是会听您的。就算不是，说句难听的，这些士兵们也坚持不了多久了。您何必在这跟我起争执呢？这是我的独家秘方，还请医官大人将这药用于士兵的伤口之上啊，伤势越严重的士兵可以优先用，这药可以救急，效果也会更加显著。您要是不嫌弃的话，我可以给你打下手。我就信你一次。救人吧，快！老大，我和医官打过招呼了，不会暴露你的身份。但是小婉姑娘可真厉害啊！要是谁娶了她，能给家里省很多钱。你想娶她？我不想娶啊，是你娶啊！以老大的身份地位，小婉姑娘还能配不上？她虽然懂得很多，但真话却极少。此女绝非池中鱼，也非囊中之物。这么好的女人就应该娶了。我才不要娶！这女人一多了，就容易吵吵闹闹。就算她想嫁，本大爷还得考虑考虑。啊，真退烧了，脉象也平稳些了。这个也是。姑奶奶，快请起！您一把年纪了，不必这样的。我去别的军营看一下。温小婉，没想到你这药真有蹊跷，我欠你个人情。提前说好啊，这青霉素只能用于战场，也算帮我积德行善了。若是商用，我得加钱。没问题。唉，困死我了，我去眯一会儿，有事随时喊我哈。你到底还有多少东西是我不知道的？石将军，外面来了几名女眷，说是您的夫人和妾室。我的夫人？我的夫人？老大，您忘了，前段时间将军府飞鸽传书，老夫人担心你没有子嗣，于是呢，派夫人和小妾来为您传宗接代。将军，收到了京城将军府的飞鸽传信，这是传过来的信。老大，将军府可有什么急事？祖母怕我后继无人，特意命赵氏携家眷来前线探望。好了，我们继续。我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老大，要不您先去接应夫人，我把小婉姑娘送到镇子上，万一被夫人看见，误会你有外室，那就不好了。哎，等一下。此女诡计多端，我担心你治不了她。这样，我送她回镇上，你来拖住赵氏。啊？可夫人都已经到门外了，要是你抱着她出去，肯定会碰见的。上马车不就碰不到了吗？这来得及吗？来不来得及？你帮我拖着不就完了吗？来不及什么来不及？别磨叽，快去！哼，我去，我人还没去接应呢，怎么人就先进来了？金校尉，金校尉，我在将军府做过杂工，知道夫人长什么样。我帮你把她带进来，免得夫人在外等着受累。干得漂亮啊！你小子够能耐的，滚！哎呦，夫人，将军在忙，让我先带你们去主帐。有劳金校尉了。李道老大，你别速度快点，千万别在路上碰到啊，要不很尴尬了。金校尉，我们就在这里站着吗？夫人，这位请，这位请。
夫人，这一路上可还顺利啊？不顺利，相当不顺利。金校尉，你可不知道，那山匪凶狠的吓人，把我们都快吓坏了。不过还好，现在能见到将军，也算值了。山匪？你们遇到了山匪？那你们可去过闲云客栈？是，我们连同家丁、武夫等人都被山匪关在了那闲云客栈。他们穷凶极恶，我们也不敢轻易暴露自己的身份。不过幸好我们被一帮好心的壮士搭救，只是事发突然，也没来得及问他们是谁。哎呦，救你们的人就是将军！什么？将军带着100多号兄弟去剿匪，他为了不打草惊蛇，乔装成百姓混入其中。夫人跟将军只在5年前仅仅见过一面，面对面不认识，很正常。正常。将军实在是太辛苦了，若我们能为将军解忧几分就好了。哎呀，夫人，像我们这样细胳膊细腿的，就别给将军添乱了。我们能给将军生下几个大胖小子，也是帮他解忧了。哎，对了，金木，问你个事儿，你认不认识温春娘？你言之有理，不必多说了。那好吧。还没走，完了，这不刚好撞上了？这金营真大呀！夫人，你快看那边！哎，你看什么呢？等着我的视线了。春娘，那边有什么吗？没什么。可能是我看错了吧。夫人，舟车劳顿，我们先去休息。哈哈，我带你们过去。温婉不可能出现在这里，还被一个男的搂搂抱抱的，非常不切实际。估计是我看错了。哇，这就是将军工作的地方吗？好大呀！夫人，刚才为什么不跟金校尉说温婉走丢的事情？这样他也可以帮我们一起寻找。将军公务繁忙，连见我们的时间都没有，更何况这是后院之事，还是不要麻烦将军了。可是武夫和家丁找了好几日都没有找到，你说温婉他会不会已经……春娘，那日所有人都被救出来了，温婉只是一时和我们走散了，再寻几日就会寻回来的。你去告诉张大人，以后不要再给我写信了，反正我也不会回的。是。你别误会，刚才车子有点太颠簸了。是吗？我还以为你跟我一样，恬不知耻。我没有。实话告诉你吧，我早就醒了。别狡辩喽，做人要诚实哦，周校尉。嚯，你刚刚是真想亲我啊？我没有，文小婉，你敢诈我？若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咦，老大到了，少啰嗦，下车。干嘛？明明被占便宜的人是我，怎么他还生气了？不行，
我不服气。现在我们扯平喽。庞大将军竟然3番5次被一个女人调戏，要调戏是男人调戏女人才对，你有种！你给我吃了什么？慢性毒药，毒性极强，只要你帮我做成事情，我自会给你解药。你下车吧。阿玉来了，这位就是小婉姑娘吧？慢着点儿，阿玉托人和我说过了，以后你就安心的住在这里，当成自己家。谢谢婆婆。你们的屋子我已经收拾好了，走进去看看。这个屋子啊，简单收拾了一下，你们看看，可还满意吗？不说话，我就当是满意了。那早点休息，我就不打扰你们了。张婆，她只不过是我一个外室，一切从简就好。外室也是你第一个女人呀。哦，怪不得这么纯情。再看把你眼珠子挖出来，清纯难道还装起来了？张婆，我军营里还有事，今日就不住这里了。哎，他公务繁忙，你多体谅。没事的，其实婆婆你有所不知，她这么多年没有女人是有原因的。什么原因？那方面不行，有心无力。啥？哎呦，好孩子，真是委屈你了。明日我就上街上寻寻偏方，肯定不会让你守活寡的啊。好的，张婆。哎呦，哎呦！夫人，将军就在里边等着你们。有劳金校尉了。春娘，走吧。这就是我的夫君吗？连背影都这么帅。见过夫君。这里是军营，不必在意这些。祖母身体可还好？祖母一切都好，只是十分挂念夫君，加上她身边的老姐妹们都有了重孙，所以有些心急了。夫君，我们此次前来是为了给沈家延续香火的。您今晚是否有空？春娘不得多嘴。你们也看到了，这里常年打仗，根本顾及不上你们说的这些事。更何况军营之中不留女眷，这是规矩。祖母那边我会写书信回去，你们几个休息几日，便可以起身回京了。夫君，我们不是来打扰你的，只是你离家5年之久，我们来就想看看你。我明白，祖母都和我说过了，这些年你把将军府打理得很好，但我们的婚事确实过于匆忙，算起来，今日见面也才是第2次，这些年是我亏欠了你。这都是我分内之事。只不过吴国何以为家？若是每个人都想着自己，那谁来保家卫国？夫君说的是，可是事情就这么定了。至于其他的事，等漠北之事平定了再说。对了，张穗康近日向陛下请命，到前线来调查漠北动向之事。我记得你们是旧相识，需要我安排你们见一面。大可不必。夫君，张大人和夫人不只是旧相识，还是青梅竹马呢。不过夫人极为恪守妇道，连老夫人都夸。夫君，你这么说，夫人是会尴尬的。春娘，说够了吗？我以为你会想见他，即使如此，不见也罢。我还有事，你们休息够了，我派人送你们回去。夫人，我是
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？为什么将军要赶我们走啊？你这个猪脑子，我们既然来了，就不能什么都不做就走。等一下，只能先去镇上找个住的地方，后面的事情慢慢再说吧。老大，老大，怎么样？温小婉那边有所行动了吗？有，他拿着那块玉佩去了很多家首饰铺，好像是在问什么东西。那玉佩里果然藏了东西，让暗卫继续盯紧吧。是。这是镇子上最后一家首饰店了，希望可以有办法打开剑和玉。行行好，给点吃的吧，我都3天没吃东西了。谢谢，多谢贵人，多谢贵人。姑娘想买点什么呀？小店最近来了一批品相不错的翡翠，要不要看看？老板，我不买东西，我是想请您看看，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打开这块玉。哎呀，这可是嵌合玉啊！我终于碰到识货的人了，拜托拜托，老板，你想想办法帮我打开吧。师傅曾经教过我如何打开嵌合玉，但我在这小镇子上哪有机会碰到这样的宝贝啊？所以我也没办法保证。没关系，行不行？先试试嘛。那好，我去后面拿点工具，您先坐下，喝口热茶，打开玉嘛，需要时间不是？没问题，我可以等。好。夫人，以我之见，想找人问乞丐最合适了。乞丐？下九流的人消息最灵通了。你看，这是温婉，这是我昨天晚上画的。这个小镇离山匪窝不远，我们只要给当地的乞丐一些钱财，让他们帮忙找人。温婉被抓走的时候，他连钱袋都没有带，估计现在早就没钱吃饭了。与乞丐同行，这也太可怜了。你说的倒有几分道理，那就按你说的做吧。太好了，夫人，我们一路上首饰丢了不少，咱们去买点吧。不可，我们如今的一举一动都关乎到将军的名声，要勤俭节约，不可奢靡无度，令百姓生厌。可是大家又不知道我们是谁，再说了，我们打扮的好看一点，将军就会和我们生孩子。你怎么好像听到春娘的声音了？春娘，我说了不可，只能买日常用品，其他的一律不买。好吧，秀生知道了。走吧。难道我听错了？算算日子，春娘他们再磨叽都该到了呀。奇怪了。你们都先去歇息吧。是。谁？是我。穗康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在军营里就知道你来了，碍于沈玉也在，我一直忍到现在才来找你。听说你在路上差点丢了性命，这几天我一直睡不着。喜儿，和我私奔吧，我真的想带你走啊。穗康，虽然我们以前有感情，但我已为人父，而且你如今出现在我房间里已是大忌，
趁还没有人看到你之前，赶紧离开。你在这里为他守身如玉，那你知不知道他在外面已经养了个女人？将军在外面养了个女人。这几天我一直待在军营，虽然没有亲眼看到，但有小兵亲口告诉我说沈玉在外面带了个女人回来，关系很不一般。原来将军不想让我们留下来，是因为这个女人。这次回来，对你如此冷落不重视，大概都是那个女人挑唆的。不过喜儿，你放心，不管我们关系如何，我绝对看不得一个外室骑在你头上撒野，我必须给他一个教训。不可，穗康。若是将军真的喜欢，日后把他纳入府里就好了。你那么豁达，不就是不喜欢他吗？喜儿，你就和我走吧，我不信你心里面没有我。当初要不是一道圣旨把你许配给沈玉，我们早就在一起了。别说了，穗康，我走了，相府怎么办？你家里人又该怎么办？亡命不可违。你走吧。我还会来找你的。若是5年前没有那道圣旨，该多好！老大，这就是小婉姑娘所在的地方。老大，夫人买了处院子住下了。我知道了，再谈。走吧。是。你们怎么会来？拿来吧。什么？钥匙。什么钥匙啊？看来玉佩里的东西你还没有取出来。啊！你早就知道那是嵌合玉，你又故意耍我。小婉姑娘，你误会了。古墓里所有挖出来的东西，我们都找了好几遍，就是没找到我们想要的东西，最后才怀疑是不是在你的玉佩里。那玉佩已经给我了，你不能要回去。玉佩里的钥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，必须交换。不过相应的，我可以满足你的其他条件。照你们的意思是，这块嵌合玉里藏着一把钥匙，这钥匙是做什么用的？这是机密，不能说。你不能说，我凭什么给你啊？你可以告诉你，但前提是你不许告诉任何人。能做到吗？我们发现了一种兵器，叫突火枪，枪体是由竹筒做成，只要里面塞满火药，便可以喷射弹丸。士兵们若是得到此武器，在战场上的战斗力可以做到事半功倍。什么突火枪？不就是火铳吗？还没火铳厉害吧？然后呢？制作突火枪的图纸就藏在一座古庙内。进入古庙之后，还需一把钥匙，而这把钥匙就藏在我送你的玉佩里。这突火枪的图纸对我来说的确没用，等着玉佩打开，里面又真有一枚钥匙，我可以考虑给你。但作为交换，我要1万两银票。1万两？你还真敢开口啊！果然是个唯利是图的女人。这古墓里危险重重，我又不会武功，你哭死就把我推出去给你们探路。好不容易捞着一枚玉佩，又被你们堂而皇之的要回去，最后1毛钱都不给我，你无耻！你什么你？富贵险中求，也在险中丢，这点道理都不懂。好，我承认，之前贸然把你推到前面，的确是我做的不对，但你也绝非无辜之人，你满口谎言，唯利是图。你就这么看不惯我？是，我就是看不惯你。啊？你看不惯我走就好了嘛。小心！小心！小心！那盒玉佩抢得到就抢，抢不到你们知道该怎么办？是。老大，追！是。你为什么要替我挡剑啊？伤得严不严重？
你要是死了，谁替我找图纸？不管怎么说，谢谢你。哇塞，这家伙好有料啊！这胸肌，这腹肌。可以先帮我包扎吗？对不起啊，我现在马上。我现在就给你包扎，现在就包。温小婉，你作为一个女人，能不能守点妇道？哎呦，我要是守妇道，我就老老实实回去做小妾了，就甭想找我帮忙了。不过嘛，你这个身材倒是真的挺不错的，很有料，可以做男神了。什么神的？我是校尉。哎呦，这是夸你啊！老大，回来。抓到了。是，但都自杀了。漠北人，已经搜过身了，就是漠北军营里的。看来漠北也得到了吐火枪的消息，他们也想图纸。上次我们剿匪路上遇到的漠北人，也绝非巧合。这些强盗畜生，那么多兄弟，竟然还不知悔改。金木，多带些人手，把院子护住，再把芳华玉宝阁的掌柜也保护起来。老大，芳华玉宝阁的老板已经带到了，还带了开切和玉的工具，就在门口等着。那还不快把他请进来？这是。掌柜，请。对不住啊，连累你了。现在就拜托你了。无妨，金校尉在来的路上已经跟在下讲得很明白了。既然能帮到戍边的将士们，那在下肯定在所不辞。金校尉，他不才是校尉吗？金木是他的手下。糟了，来的路上我就嘱咐他了。哎呀，不是吧？金校尉经常来镇子上，很多人都认识他呀。那你金木，是不是又打着我的名号到处招摇撞骗了？是，都是属下的错。属下只是老大的一个副手，帮老大做事的，只有老大才是校尉。时间紧，任务重，我们去开狱了。再有下次，军法处置啊！金木到底是什么身份啊？副尉啊！真的假的？你该不会骗我吧？我有必要骗你吗？什么真真假假的？以后军营里的事情与你无关，少管。对了，刚才在饰品店，我承认是我说话的方式不对，我给你道歉。真正的道歉是改变和补偿。你要真想给我道歉，就给我一份新的身份文书。文小婉，你不能得理不饶人，别开玩笑了。我都得理了，我为什么要饶人？再说了，玉佩我都已经给你们了，你们不该补偿我一点吗？确定？文小婉，伪造文牒那可是犯法的事情，我作为朝廷命官，岂能让我知法犯法？我知道，但是我真的很需要这份文牒，我万一被娘家追回去，我就要被逼着跟那个老头子成亲了。
你别装手疼，你忘了？啊，对不起。你若想要一个新的身份，直接入我后院不就得了吗？我可以保你一世荣华富贵，吃喝不愁，总比你嫁个老头子强吧？我温小婉好不容易跑出来，我以后绝对不会轻易嫁人。就算要嫁人，我也只会嫁自己真正喜欢的人，并且绝不为妾。什么时候让你为妾了？我是让你以平妻的身份嫁进来。你真的成亲了？你以前说你有好多妾都是真的？废话，就我这年龄，我这职位，我这容貌，有个3妻4妾，那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好，我问你，你有多少小妾？记不清了，那10几20个总是有的吧？这些妾室全部都是想巴结我的人送进去的，除了赵氏，我甚至没有见过后院的这些人。不是，人家沈大将军才只有20个小妾，你区区一个小校尉，你跟我说你有10几20个？我看你这人啊，确实零经验，但瘾还挺大，典型人才瘾大。文小婉，文小婉，你能不能别说这么下流的话？什么叫人菜？谁瘾大了？我就问你一句，愿不愿意做我平妻？我不愿意。平妻又如何？就算我们是装样子，对我来说也是一笔不划算的买卖。我温小婉是绝对不会把命运随便的交给别人来掌握的。你看我干嘛？是，我是喜欢你的脸，还有身材，但是你妻妾成群，我是绝对不会嫁给你的。还没打开？快了，天黑之前应该能打开。哦。小姑娘，要不再去聊聊？刚才你跟老大的对话，我听到了一些。别看老大平日里那么威武，他其实对感情方面就是个新兵蛋子，一点经验都没有。居然敢8抢9！谁叫你们说话那么大声？我不想听见也不成。哎，告诉你个秘密啊，老大和夫人成亲的时候，还没入洞房呢，就被皇上临时调到边防打仗。这一走啊，就是5年，所以啊，他们只有夫妻之名，没有夫妻之实啊。什么？真的，兄弟们都能作证。所以啊，老大愿意娶你当平妻，你就答应了呗。否则等你知道这妻的分量之后，你肯定会后悔的。哎，等会儿，你刚才说他刚成亲就被调到边防去打仗，还是5年前？是啊，老大就是女人多，还是童子身呐？那个5年前漠北犯边，我们都是被一纸调令喊过来的。这很多兄弟们都没见过自己的媳妇儿。真的？打开了，打开了，打开了。这，多谢老板。这么小的钥匙能有用吗？这是小屁孩的玩具，咱们是不是被耍了呀？试试不就知道了吗？老大，你看。哎，老大，咱们什么时候出发呀？等安排好换房之后立刻出发，防止漠北人第2次过来偷图纸。那正好，抽时间我就出去找个大夫，看他们能不能解开我体内的毒，不能被这个校尉绑死了。你鬼鬼祟祟的看着我干什么？
没事没事，我就是想问一下，我们过去要多久啊？有多远啊？我得准备一下嘛。不远，就在西山上的送子娘娘庙里，步行2个时辰便到。这么近？那得快点行动，不能再跟他冒险了。哥，快坐。哥，那吐火枪的图纸还真在那些金银珠宝里，而且是被沈玉带回来的那个女人先发现的，只不过没抢着。毕竟在他们端朝的地盘上，我们能帮助的人手有限，和沈玉打了这么多年，不急于一时。现在图纸还藏在西山那座古宅里，那里正好是漠北与端朝的分界线，事情会好办一些。哥，我知道了，我们两国相争了1年多的秘密，竟然被这个女人先发现，哼，真有意思。给我盯死那个女人！沈玉能不能拿到图纸，肯定要靠她。如果能把她抓回来，那事情会变得更简单。还有你，不要意气用事，一定记住，任何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。我知道，来。温婉说的对，人生嘛，就是吃喝玩乐，我可不能辜负我的美好青春。春姨娘，外面来了个乞丐，说他见过温姨娘。快让他进来，我这就去请夫人。你当真见过这画像上的人？见过，长得老漂亮了，就在昨天还施舍过我银子呢。夫人，我就说这招好使吧。那你见他的时候，他是一个人吗？在哪儿见的？是一个人，我是在芳华玉宝阁门口见着他了。行了，你先走吧。好嘞。春娘，你带上2名武夫去芳华玉宝阁附近和周围的百姓打听打听，说是这乞丐说的是真的，那就叫上所有的下人，尽快将温婉找回来。好嘞，夫人。那温婉回来之后，咱们就带她去找将军，说不定将军就喜欢她这款呢。你呀，若是将军喜欢温婉，那你就没戏了。没关系啊，男人变心变得很快的。将军今天喜欢温婉，那说不定明天就喜欢我，后天就轮到夫人你了。我们慢慢排队，总会排上的。那先轮到夫人你，然后再到我。春娘，不可在背后议论诋毁将军。哦，行了，快去吧。喜儿，我来了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今天就帮你狠狠教训一顿那个女人，让她在镇子上永远抬不起头来。你要对她做什么？我说了你不要动她，而且被沈玉发现了，你就完了。发现不了，我让别人动手，又不是我自己。喜儿，我再问你一次，真的不愿和我双宿双飞吗？穗康，不管我们以前感情怎么样，我已经嫁人了，我们之间再也不可能了。你就当是为了我，再也不要来找我了，也当做我们从来都没有认识过。不可能，除了你，我此生不娶。夫人，将军来了，快走。夫君怎么来了？我听闻你还没回去，特意过来看一下。近日镇上有漠北人出没，你既已决定留下，万事皆要小心，不可张扬。谨记夫君的话。算起来，你在镇上待了也有一段时间了，准备何时回京？
夫君是不是有喜欢的人？希儿居然不相信我的话，非要自己问一遍才甘心。我让你回京，跟我有没有喜欢的人有什么关系？夫君说没有就没有吧。这个月底便起身回京城了，军营里还有些事情，我先走了。夫人，兴许是将军关心夫人的安全呢。这里毕竟离边防近，您身娇体贵，怕您不适应。延续子嗣这件事，强逼不得，也不知道将军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。奴婢去外采购东西的时候，听说这附近有一家送子娘娘庙，很是灵验。夫人可要去拜一拜？如果穗康说的是真的，那个女人说是可以为将军生下孩子，只要顾及到我名下，不是不行。同时也可以保住相府的殊荣。可以，去拜吧。为将军的万世祈福，早日生下男丁，让老夫人高兴高兴。我身上的担子也没那么重了。哦，对了，听说这的烤全羊和京城的味道大有不同，你去买一只来，今天大家改善一下伙食。多谢夫人，奴婢这就去买。我记得上次在首饰店附近就有一家医馆啊，怎么今天就是找不到了？是我记错了吗？姨娘，芳华玉宝阁就在前面。我听说呀，老板一直没有开张，不知道什么原因。走，去看看。哎。姨娘，你看，姨娘，你看，去敲门。是。没有人。那你拿着温婉的画像去问问周边的商户们。是。我就记得这边有一间医馆。大夫，救救我！姑娘，你怎么了？我好像中毒了。你坐下，我给你把脉。姑娘，你为什么说你中毒了？是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吗？不是，我是被人给喂了毒药了。可是你并没有中毒，身体还很好。最近应该是吃过比较好的补药吧？你给我吃的什么？慢性毒药。老板，来个肉包，剩下的不用找了。姑娘，你可真大气。老板，问你个事儿，你有没有在芳华玉宝阁边遇到这位姑娘？哦，她呀，她我认识，上次还看见她和金校尉在一起呢。不过呢，旁边还有个男人，那男人气度非凡，但是我不认识。温婉和金校尉居然认识，你确定没有看错？没看错，我确定。那金校尉经常来我们镇上喝酒吃饭，我们镇上人全都认识他。而且啊，那天突然冲出来好几个漠北人，差点出人命啊！不会记错的。姑娘，您刚才已经付过钱了。这件事情你要帮我保密，等有任何人问起来，你都要说不清楚、不认识、没见过，听明白吗？明白，不清楚、不知道、没见过。
温婉和金木走在一起，却故意不找将军，这其中肯定有猫腻。是他举荐了我来这里，又在遇到山匪时护着我。温婉，这次就让我帮你一次吧。走吧，别找了，我们先回去。是。我没中毒啊，那当时小校尉塞到我嘴里的是什么？不可能真是补药。哎，小朋友，想吃糖葫芦吗？给你。狐狸精，儿子，这就是勾走你爹的狐狸精。什么狐狸精？你少血口喷人！狐狸精，快把我爹爹还给我！大家快来评评理啊！这个女人勾引有妇之夫啊！我男人的钱全都给她了，我儿子3天3夜没吃饭。你少胡说八道啊！我根本就不认识你男人，还有你，小年纪就出来骗人。说，到底是谁指使你们的？姑娘啊，你怎么敢做不敢当啊！娘，那清水呢？我没有，是你先咬我的。娘，我好疼啊！我是不是要死了？儿子，怎么办呢？看你长得这么漂亮，怎么能做出如此猪狗不如的事情？可不是啊，我们贫苦百姓挣钱很难的。你喜欢勾引男人，直接去青楼卖算了。本姑娘长得这么好看，我要勾引我也勾引187多金腹肌大帅哥，看看他们俩身上穿的，哪一家小有钱的样子？老公肯定也是个穷光蛋，我眼睛不要，我还不如捐了呢。你敢羞辱我？信不信我抽死你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就敢抽我？还是说指使你的人没告诉你我是谁？是他指使的吗？可我从来没见过这个人。一个豢养在外面的女人，沈玉不过图一时新鲜玩玩，不至于真为了她出头。我抽的就是你！哎呦！是你？就是他们就是看我太善良，所以才欺负我。放心，有我在，不用怕。有我在，不用怕。看到没？我要勾引男人，我也勾引他这样的，谁能看上你老公啊？少在这装普信女，真下头！我呸！贱人，光天化日，你们合伙欺负我们！沈玉疯了，真要为他出头，我怕传到喜儿的耳朵里。本大爷为人正直，从来不打女人和孩子，但是你不是孩子，你也不是女人。你真是个大聪明。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滚！快点！不是你下这么重的手干嘛呀？这万一让沈将军看到了，我担心你会受罚。如果我就是沈将军呢？如果我就是沈将军呢？你干什么？担心你说错话，万一被听到会被砍头的。我就是沈玉。哦，我懂，你的意思就是说将军不会罚你，顺便给我讲了个冷笑话。我说的是实话。你说的是实话。
那我也告诉你一下我的实话吧。其实我真实身份是沈玉后院的小妾。反正我已经跟你说了，你爱信不信。我信啊！沈大将军，你刚才好威风啊！别演了，一点都不像。我就是小妾本妾啊，是你自己没眼光。你干什么？让你看看幕后主使是谁。大人，这事是你让我们办的，现在我们被打了，你不能袖手旁观。对呀，不能袖手旁观啊！我也没办法呀，要不给你赔点银子吧？你不是当官的吗？你怎么能没办法呢？说的没错，可是打你们的人就是沈将军啊！哎，给钱！行，走。就是他，就是这个男人指使他干的。可我根本就不认识他。我认识。啊？他是谁啊？我又没得罪过他。你没有得罪过他，他是因为我才找上你。为什么？这事儿你不用管了，我自会解决。不行，我是事情当事人，我有权利知道一切，你必须告诉我。我告诉过你了，可是你不信嘛。我说就算了，反正没给我下毒，去完古宅我就离开。哼！老大，张大人带到了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不知沈将军找下官是为何事？为何要派那对无赖母子去碰瓷文小婉？是下官又怎么样？赵氏千里迢迢来探望沈将军，将军你呢？是怎么做的？堂堂相府千金都抵不过一个万氏吗？这么说，你喜欢赵氏？对，要杀要剐随你。那我今天就和你明说，5年前你横刀夺爱，是靠着皇上的宠爱夺走了我的喜儿，不然我和喜儿早就成亲了。是你棒打鸳鸯。你这么喜欢赵氏，那本将军把他让给你，你敢要吗？你敢要吗？求之不得。你走吧。你不是要杀我吗？我可是给你戴了绿帽子的。绿帽子？这么说，你早就和赵氏勾搭在一起了？自然没有。喜儿从小贤良内敛，绝不会做这么龌龊之事。我猜到了。然后呢？你是不是要使阴招，向皇上参我一本？是个好主意。金木，把他轰出去。张大人，请发。就我们2个人去，能行吗？贸然带一队兵马前去，太过显眼。我已经命先遣部队分批次到达目的地，与我们会合。对了，这个叫金丝软甲，穿上它不一定得逞不了，但必要的时候可以保命。哇，古代版防弹衣。防弹衣，这名字倒是贴切。从哪儿听到的？书上看的。又是略知一二。你管我从哪知道的？倒是这东西这么新奇，你都能搞到？当个小校尉太屈才了，你该当1等1的大将军。这次由我来带队，你呢，只要跟在后面即可。切记，一定要优先保命。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我觉得你说的对，真正的道歉是补偿和改变。别对我这么好，我会舍不得走的。你刚才说什么？
没什么。老大，我听到了，小婉姑娘说，别对她太好，要不然她可是离不开你的呀。离不开我，就一直陪着我。阿玉，既然要路过送子娘娘庙，你们顺便就去拜一拜，求娘娘保佑你和小婉早生贵子。行了，阿婆，那个下次再说。哎，是你的原因，你就要勇于承认。这好东西啊，你收好了。向伟的老李都80岁了，竟然生下了一对双胞胎。龙精虎猛高。行，阿婆，那这个我就先收下了。好孩子。啊！你要干嘛？文小婉，你猜阿婆方才为何会给我一瓶龙精虎猛膏啊？我怎么知道？文小婉，在你心里，我是那么不行的人吗？你行不行，我又不知道。今天本小爷就让你知道一下，我到底行不行。耍流氓！怎么样，本大爷行不行？行不行？你不喜欢我吗？喜欢，但是你有夫人，你还有好多小妾，我不想。你是想和我一生一世一双人？那你能做得到吗？老大，怎么突然下来了？你这脸跟你这耳朵怎么又红了？可能是刚才马车里面太热了。太热？我还以为是你们孤男寡女共处一马车，也不好意思呢。秦墨，我问你个问题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呢有一个比较心仪的女子，但这女子呢就只想和他这个一生一世一双人，但我这朋友又很难做到。那你说该怎么办？这个，我要是真喜欢这个女子，那就遣散后院得了呗。老大，你想啊，天天在外面打仗，这逢年过节又不回去，那小妾不可能真的喜欢我的。所以啊，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们重新换个地方生活，给他足够的银钱，这样就谁也不用对不起谁啊。遣散后院，你小子有点聪明在身上。那夫人怎么办？那可是相府千金呐！你想好了？赵氏那边，我早就想好谁跟你说这人是我了？你自作什么聪明呢？只要老大幸福，我怎样都可以啊！啊！看，那个沈玉还带着这个女人，他肯定不只想帮忙找到突火枪，还想把她收入后院。那岂不是我们只要抓住那个女人，沈玉不就束手就擒了？对，你们现在就小路绕过去，埋伏在西山娘娘庙附近，找机会先把这个女人给我抓了。老大，漠北人金木，他有消息汇报。给我过来。
我们都是一条蛇上的蚂蚱了，至于还要躲着我汇报吗？将军密令，无关人等要是听到了，是要杀头的。其实我也没有这么八卦嘛。来都来了，进去拜一下，也算是了却一下张婆的一桩心愿嘛。这一路上跟什么发现？小伟，我们发现了霍尔泽又来了，他还带了一批漠北的人，潜藏在古宅周围。知道了，下去。宋子娘娘保佑，希望周玉可以早日生子，最好多子多福，让张婆婆如愿开心。我和谁多子多福啊？当然是和你夫人啊。我们是假的，反正你是娶了那么多夫人，就看你行不行哦。我行不行的，你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？哼，试试就试试，谁怕？就算我后院那么多女人，我和她们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都不如和你的时间长。再说了，张婆希望和我多子多福的人是你。宋子娘娘莫怪，刚才文小婉说的不作数。我就算是要多子多福，也希望和文小婉多子多福，而且7、8个打底，只要肯来，我都不嫌多。不是，谁要跟你生10个8个呀？我又不是老母猪，我就算要生，我也只生1个。你没听说过吗？少生忧郁，幸福一生。好，听你的，生1个。今天有贵客到来，寺院都清场了，你们是怎么进来的？谁啊？这么大排场。师傅不必如此，我们已经上完香许过愿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赵氏的声音，现在要是让他看到我和小校尉在一起，十分有可能会误会我红杏出墙，到时候被抓回来生仔都是轻的，金猪龙可就死翘翘了。要不你先去找一些积木。好。那不是茅房，是解签的地方。夫君，师傅，这上面怎么写着福亦是祸呀？我只想知道我能不能给将军生下儿子。阿弥陀佛，施主命中无子。可这上面不是写着福字吗？有福字怎么可能没有儿子？师傅，你再帮我好好看看。福在你的家人身上，祸在你自己身上。不可能，人怎么可能这么倒霉，一点好事都捞不到？我要再找其他师傅帮我看看。温婉，顽娘，逃了和尚逃不了庙。我终于找到你了，担心死我了。你和夫人一直在找我？是啊，我们都来了有些时日了。你怎么跟那个校尉搞在一起了？不怕被将军发现啊？你怎么知道我们搞在？呸！什么搞不搞在一起的？我们就是纯认识。这里说话不方便，我们换个地方。前几天，夫人试着让我拿着你的画像到小镇上找周围的百姓寻找你的下落，没想到还真的被我问着了。就在芳华玉宝阁那边，有个商贩见过你。芳华玉宝阁？是开前和玉那次。那你有跟夫人提到我吗？肯定没有啊，不然夫人肯定会派人去寻你，我偷偷帮你瞒下来了。怎么样，打听到温婉的消息了吗？问到了，我去了乞丐说的那个地方，但是根本就没有这么一号人，只是跟他长得相似罢了，说不定被认错了。没事，找不到我们继续找。
知道你没事，我就放心了。我尊重你的选择，也许你是对的呢。春娘，谢谢你帮我隐瞒。真的是因为校尉才不愿意回去吗？不是，我只是想逃离被主宰的命运。可是你自己偷偷跑掉，也并不能改变命运啊！你倒不如和我一起回去，我们给将军生下一个儿子，那我们的下半辈子一定会母凭子贵的。将军府的后院有那么多妾室，一旦你生下孩子，就会惹人嫉妒，你争我斗的，太累了。与其这样躺不平，我更愿意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。什么事情比生儿子更有意义？有很多啊，比如躺平做一条咸鱼，或者是救死扶伤，用青霉素拯救更多的人，还有跟自己真正喜欢的人一生一世一双人。温婉，我并没有你那么大的志向，我的父亲是一个芝麻小官，我想着只要留在将军府，总有一天将军会喜欢上我，这样我还能帮衬父亲一把。我理解你，你认为值得就行。那你呢？你真的不跟我回去了吗？我对周玉确实是喜欢，虽然我并不会和他在一起。不回去了，谢谢你帮我隐瞒。既然我回去也做不了一条咸鱼，那我索性就不回去了。谢什么？你带我进军营，见到将军，这么大的恩情，我当然是要报的。只不过这次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。还真被你们猜对了，今天就是你们的死期，也就是你们俩见的最后一面。事情就是这样，我此次来娘娘庙是有任务在身，你也别耽误时间了，速速下山，以免发生意外。可春娘还在解签没出来，要不我先到山下等等吧。好。夫人，老大，霍尔泽带人潜入边境，一小部分潜伏在西山娘娘庙附近，肯定是想阻止他。意料之内，他们不会轻易放弃的。文小婉，我不知道啊，他不是和老大你在一起吗？对，他去茅房了。去了这么久还没回来吗？会不会有什么危险？霍尔泽就在附近。上我的人，把寺庙包围起来，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可疑之人，然后再去找文小婉，这样稳妥一点。对了，还有春娘。是。温婉，我害怕。你是漠北的人，这是端朝的领域，识相点赶紧滚，别逼我喊人。哈哈哈哈，脾气这么火爆，原来沈玉喜欢你这种类型的。沈玉，他说的是沈将军吧？他说的是你。沈玉，他说的是沈将军吧？他说的是你。不是啊，沈玉要是喜欢我，早就跟我生孩子了，我至于来这松子娘娘庙吗？装什么装？之前在首饰店，沈玉已经替你挡了一箭。小心！一块玉佩，抢得到就抢，抢不到你们知道该怎么办。是。这万一让沈将军看到了，我担心你会被受罚。如果我就是沈将军呢？你是说，那天保护我的人是沈玉？还跟我在这装？老子可没时间陪你在这演戏！赶紧给我把千和玉里面的钥匙交出来！钥匙不在我这儿，在沈玉手里。对，你去找沈玉找我没用，只会打草惊蛇。你现在去找他，我保证不会告发你。快搜，把整个院子给围起来！金校尉来了。金木是校尉，那霍泽尔说的都是实话。周玉不，
沈玉就是我名义上的丈夫，我就说他这样的人才，怎么只是一个区区的校尉，还总说我骗子，他才是大骗子。我就不相信，要是在沈玉手里，给我交出来！你别伤害他，我是沈玉的小妾，让我来当你的人质吧。小妾，别以为老子不知道，沈玉这么多年不回家，对你们这些小妾根本就没有感情。文婉，你别害怕，我是不会抛下你的。别做傻事！快来人啊！这里有漠北人，救命啊！快走！陈娘，陈娘，都怪我，都怪我，要不是我，你根本就不会死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吐火枪的图纸绝不能让漠北人拿到，我必须要为春娘报仇。放开他！小婉，别过来！别过来！春姨娘，你是我连累了他，跟你没有关系，我应该早一点送他们回京城。先把钥匙给我交出来，我可没时间听你们在这祷告。你以为拿了钥匙就能活着离开吗？这里离漠北很近，你以为我没有支援吗？报！侦查到后面的古宅附近隐藏着200名漠北敌军。派个锤子，老子有500多号人，能把他们祖宗18代全都杀了。我知道你们有实力，但是这个女人在我手上，你们老大舍得让她死吗？疼，我真的疼！沈玉救我！隐身殉国的人有很多，小婉姑娘是识大体的人，我们端朝最不缺的就是有魄力的女子。你少胡说八道了，我最不识大体了，我最怕死了。小婉姑娘你，老大，你快下令啊！算了，看他这个样子，许是不想管我的。大概率他会像上次碰到漠北军队一样，让我直接自杀。我要文小婉活着，让他们走。他居然这么有人情味儿！老大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没听到我说话吗？放他们走！不行，霍尔泽是漠北首领的弟弟，如果能活捉他们，定能鼓舞我方士气的。你要替我下达命令吗？属下不敢。他还挺在乎你的，但是这些还不够。把那把钥匙给我交出来，否则的话，他还是活不了。你不讲信用，你出尔反尔！战场上谁输谁赢，气宇算个屁呀！你王八蛋！你，小婉，你别乱动，我都没急，你急什么？可是你已经为我付出很多了，我不想让你为难，要不我是自杀算了。自杀，就知道自杀！我之前对你那么好，我给了你那么多东西，你都忘了吗？对呀，我身上还穿着金丝软甲，只要不伤到要害，活命的机会就很大。不过得先避开要害，退一万步来说，一张吐火枪的制作图纸而已，给了就给了，我还会做火铳呢。改天老娘做出来，一枪崩死这帮敌军。那你还不赶紧把钥匙拿出来？谁死我都不能死！不能给老大，这和断送你的锦绣大道有什么区别？要救小婉姑娘有很多种方式，你不能把自己逼上绝路回不了头啊！你以为我想啊？
我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文小婉死吧？文小婉，我的命可是交到你手里了。老大，你干嘛这么小心我？我知道吗？落子无悔，愿赌服输。怂货，杵那干什么呢？讲啊！胡账！你肯定在药石上抹了毒药。你姐，老大，一旦漠北得到图纸，我们没办法跟皇上交代啊！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已经浪费3年了，不能功亏一篑啊！老大，望将军三思。少废话，钱，快点！我不会让你输的。这畜生一点机会都不给我。拿过来！英雄难过美人关呐，但是你还得帮我开个路。走，放他走。走。放他走。走。绝对不能让霍尔泽把人带回漠北，派我们的人盯紧点，一有破绽，马上救出文小婉。是。老大，一旦漠北造出突火枪，肯定会对我方造成更多的伤亡。不对。什么不对？他刚才是不是叫我沈玉啊？妈妈，我真的疼，沈玉救我！他刚才是不是叫我沈玉啊？好像是的，可是他是怎么发现你真实身份的？还有春姨娘，是怎么跟小婉姑娘认识的？怎么会这么巧？妈的，刚才注意力全在霍尔泽那个狗日的身上了，忘了这么重要的一场。难道？那我也告诉你一下我的实话吧。其实我的真实身份是沈玉后院的小妾。小婉极为聪明，与寻常女子不同，她定会化解劫难。你先跟着她去古寨，我去山下找赵氏问清楚。是。春娘怎么还没下来？夫人，别等了，将军让我们赶紧走，庙里有漠北人。夫人，我们快走吧，这个时候别添乱了才好。所有人先下山。等一下，夫君，已经处理完山上的敌军了。还没有，春姨娘出事了。春娘怎么了？她遇到漠北人，人已经没了。我会安顿好他家人的。春姨娘生前可否认识一个叫文小婉的人？身高与你差不多，肤白清秀，说话有些不着调，与寻常闺阁女子有些不同。文小婉，应该没有吧？来这之后，我们天天在一起，未曾见过她结交什么新的朋友。不过什么？不过夫君的妾室当中有一位叫温婉的，这样貌还有性格，与夫君口中说的女子带有几分相似。她人在何处？我们来这之后遇到了山匪，就走散了。山匪？从那之后我就派人一直在寻找她，但是
还没有找到。哦，对了，我们这儿还有春娘给温婉画的画像，你拿过来。温小婉，温婉，骗子。夫君和温婉认识？何止认识？你先退下。是。前几日，张穗康来找我，他对你还旧情未了。你呢？夫君，你不要听他胡说八道。我既已嫁入将军府，自然再与他无瓜葛。纵使我们以前有感情，但请夫君相信我，我们一直都是清清白白的。我当然相信你们是清清白白的，我也知道你并非心悦于我，不如我放你自由。夫君，这是在试探我吗？你若想好了，就去找张穗康，我会助你们一臂之力，保你们无后顾之忧。当真？当真，只要你愿意。我也可以随心所欲，不顾后果的疯狂一次吗？只要不影响将军府和相府，那我愿意。这里有2颗假死丸，另一颗给张穗康。等事情结束之后，我会来找你们。多谢将军。敢问将军和温婉的关系是？我喜欢她，我想娶她。温婉消失的这段时间，到底对将军做了什么？头儿终于来了，地方找到没有？找到了，在里面。走。头儿，不好了，段朝的人追上来了，我们都被包围了。我看谁敢过来！沈玉没有放弃我，可是我要怎么样脱身呢？三哥到底在哪儿？头儿，在上面。在这里。眼前的暗格明显是个明锁，一旦将钥匙插入，就会触碰到机关。如果霍尔泽去开锁的话，我可以趁乱逃走。把它打开。要不还是你来吧，我不会。少他妈跟我废话！钱和玉之前不就是你发现的吗？别跟老子装蒜，老子可不想死。谁知道里面有没有暗器？他居然也是个懂行的，这下只能硬着头皮上了。倘若你运气不错，侥幸能活下来，我带你回漠北做我的女人。我已心有所属，不喜欢强制爱。你倒挺看好自己的。其实我也觉得你不错，但是老子睡过的女人啊，比你吃过的米饭还多。把你带回来，纯属是恶心神域。我要让他喜欢的女人在我面前承欢。想想也有意思。头儿，我也要。头儿，我也想。有份，人人都有份。千人骑，万人睡，等玩腻了再给沈玉送回去。你们说他会怎么样处置这个女人？怪不得沈玉说落到漠北人手里会生不如死，真是一帮猪狗不如的东西。接下来必须要自救，前提是你得先活着。若我此刻放弃了，你们所有人都将成为瓮中之鳖，都将成为瓮中之鳖。废什么话！之前你还很宝贝这个女人，现在就不要了，玩老子呢！你猜
沈玉这是要和霍尔泽打心理战，只要他起了怀疑，就会分析，那我机会就来了。我以为沈玉赌一把吧，就赌这金丝软甲能在关键时刻救我一命。快，少给老子磨磨唧唧的！我警告你，别指望沈玉能救你。快点儿，别磨磨蹭蹭。沈玉，不要有任何顾忌，打赢这场仗。再见了。老大，他是个什么呀？和我一样，赌一把。小婉，小婉姑娘，兄弟们，杀进去，一个不留！打死你们这帮该死的强盗！这么多枪，老大好不容易喜欢上一个人，就你们搅黄了，去死吧！急什么急？又不是你老婆没了，你懂个屁！只有老大幸福，我才能幸福。我盼风云万里，心寒灿烂来的也笑过，眼底路悠悠，莲花如我梦。文小婉，文小婉，温婉，温婉，文小婉，文小婉，温婉。金丝软甲，你没死啊？沈大将军，光天化日的扒我衣服，成何体统嘛？文小婉，你敢骗我？不对，现在我应该叫你温婉。虽然我有金丝软甲，但真的还是挺疼的。还有啊，沈大将军，光天化日掀我衣服，你不害臊的呀？你温小婉，你本就是我的小妾嘛。还有啊，你这金丝软甲不也是我送的？那不相当于我救了你的命吗？我才不要做你小妾，反正你也向我隐瞒了你的身份，我们扯平了。老大，小婉姑娘，你终于没死，真是太好了。对了，200名莫比敌军已全部接纳成功，全都押回军营。是。这吐火枪的图纸是我趁乱找到的，送你了。你也还我自由之身，并且为春娘报仇，行吗？好。你也要照顾好春娘的爹爹，这是我欠他的，也是你欠他的。这本就是我分内之事，可以啊。后会无期，小校无畏。重新认识一下，我叫沈玉，来端朝大将军，后院无妻无妻，不知你是否愿意嫁我为妻？
无妻无妾，你又骗我。我已还赵氏自由，成全了他和张遂康。真的假的？我沈玉对天发誓，从今往后绝对不会再骗温婉。好吧，看在沈将军这么深情的份上，勉强给你个机会吧。哦，对了，我还准备了一个好东西送给你，就当我的嫁妆吧。什么东西？火铳，跟吐火枪差不多，只不过比它的威力大且好用。你这小脑袋瓜子里，到底还有多少东西是不会的？略知一二。啊，对了，怎么了？你那天到底给我吃的什么？这么想知道？龙筋虎猛膏。沈玉，你别跑，你给我回来！